如果我告诉你，在2026年的今天，全亚洲表现最亮眼、最强势的货币，不是新币，也不是日元，而是我们手中的马来西亚 Ringgit， 你会相信吗？看看现在这个世界的局势，特别是在美以在中东的冲突，你可能会问：打仗不是应该买美金避险吗？为什么马币反而会升值呢？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过度乐观的预测，这是根据最新的财经数据。马币在2026年确实领跑了亚洲新兴市场的货币，这是一个让所有分析师都不得不重新审视的一个现象。但是在这个亮眼的标题背后，有一个我们必须冷静思考的核心问题。这就好像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常问的，到底是这个公司真的变强了，还是因为它的竞争对手变弱了？换句话说，到底是马币真的变强了，还是美元在走弱呢？如果是美元削弱，那么这只是昙花一现。但如果是马币本身的经济体制变强了，那我们可能就正在站在一个长达10年的经济上升周期的起点。在接下来的这个视频，我要带大家穿越时光，从1957年独立的那一刻开始，看懂马币的起落，再从地底下的石油讲到我们桌上的晶片，为你揭开这次马币走强背后真正经济推手。要看懂现在，我们必须要回顾历史。马币的故事其实就是马来西亚国运的一个缩影。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黄金岁月，1957到1997。在1957年独立初期，甚至一直到了70年代，你知道吗？马币、新币还有文莱元是可以1比1等价交换的。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基础非常单纯，但稳固，靠的是橡胶和锡矿。即使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初，虽然我们和新加坡分家了，但马币依然非常强劲，对美元长期维持在2块半左右的水平，那是亚洲4小虎崛起的时代。第二阶段，创伤与防御。但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改变了一切，那是所有经历过的人都不会忘记的噩梦。索罗斯等国际空头巨擘，马币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从2块半暴跌接近5块钱。为了救国，时任首相顿马哈迪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资本管制，并将马币与美元挂钩定在3块8。这个3块8的汇率就像一个防护罩，保护了我们整整7年，直到2005年我们才重新脱钩。第3个阶段，迷失的10年。脱钩后的马币虽然有起有落，但在2015年后遇到了重创，这10年我们称为迷失的10年。为什么呢？2大原因。第一，油价崩盘。2014年底，油价大跌，重创了作为产油国的马来西亚，这导致马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路贬值，甚至一度跌破4块7、4块8的历史低点。然而，时间来到了2026年，我们看到了一条漂亮的 V 型反转曲线。2026年2月4日，马币一度飙升到3块92。马币不再是那个随波逐流的弱势货币，是什么支撑了这个反转？是运气吗？是美金走弱吗？不是，答案就藏在我们的经济结构的转型里。第3部分，经济体制的大换血，从黑金到细盾，这部分非常关键。我们必须要谈一谈房间里的大象 Petronas 国油。长久以来 Petronas 就像是马来西亚政府的超级提款机，每当国家需要钱，国油就会派发高额的股息。但如果你仔细的观察过去几年的数据，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趋势，这台提款机正在减产。数据会说话，国油红利的退潮，让我们看看这组数据。在2022年油价高峰时， Petronas 曾向政府发派了高达500亿令吉的股息，但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降到400亿。2024年到2025年，尽管政府需要钱，这个数字却进一步缩减到了320亿令吉左右，甚至有预测指2026年可能会更低。当然，这只是预测，因为美以战争把油价推高，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第一，我们的油田正在老化，产量自然下滑。第二， Petronas 必须把钱留下来转型啊。
投资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利润全部上缴。这对马币本来应该是个坏消息，对吧？因为靠山没了。但奇迹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个新的靠山接手了，那就是半导体 （semiconductors）。当石油收入占比下滑时，我们的半导体出口却在狂飙。在2026年的今天，马来西亚已经坐稳了东南亚第2大半导体出国口的位置，仅次于新加坡，甚至在封装测试 OSAT。全称为 Outsourced Semiconductor Assembly and Testing 领域，我们掌握了全球13%的市场份额。这个是什么概念呢？这意味着当全世界都在抢着 NVIDIA 的 AI 晶片，这些晶片很大一部分都必须要送到马来西亚来完成最后的工序。以前的外资买马币是为了买石油，现在他们买马币是为了在槟城、居林、柔佛建数据中心和晶片厂。半导体的产业带来的税收和高薪就业正在填补 Petronas 股息减少留下来的财政缺口，所以马币走强的逻辑变了。我们不再是随油价波动的石油货币，我们正在变成随科技预期波动的科技货币。这是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模式。有些人可能会问，我们真的是东南亚第2吗？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新加坡在高阶晶圆制造上起步比较早，但是在马来西亚，特别是槟城和居林，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链。从 Intel 到 Infineon 到本地的巨头都在这里矿场。为什么这对马币很重要？逻辑很简单，全世界现在缺的就是 AI 晶片、电动车晶片，这些晶片的最后一道工序，很多都在马来西亚完成。当全世界都要买我们的晶片的时候，他们需要把美金换成美币来支付我们，这简直就创造了对马币的巨大需求。全球科技巨头为了避开地缘政治风险 China Plus One 的策略，纷纷把工厂搬到马来西亚。这些进来的钱呢，都是真金白银的长期投资，不是进来炒作的热钱哦。所以是晶片这个新时代的石油接过了黑金，成为了马币最强的后盾。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这到底是马币强还是美金弱呢？答案是两者皆是，但马币自强更为关键。第一，政府在过去几年推动的财政改革，比如针对性的补贴合理化，以及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 NIMP 2030的落实，让投资者都看到了政府改革的决心。以前当美金跌的时候，马币未必会涨，因为大家对马来西亚没有信心。但这一次当美金跌的时候，资金首选流入了马来西亚，因为这里有成长的故事，那就是半导体和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的爆发。第二，根据彭博社的分析，地缘政治包括美以战争，让布兰特原油 Brent Crude Oil 的价格长期包含每桶5到10美元的战争益处。这对其他亚洲国家来讲呢，是一个噩耗，因为他们要花更多的美金去买油，导致货币贬值。但马来西亚不同，根据大马财政部过去的数据模型，国际油价每上涨1美元，马来西亚的国家收入大约就会涨3亿令吉。所以路透社近期的评论就指出，马来西亚是亚洲极少数能在中东危机中透过大众商品出口直接获得现金流防御的国家，这为马币打下了最硬的基本盘。第三，中东避险资金的清真避风港。美国在国际制裁上的强硬手段，让中国的超级富豪和主权基金呢，都感受到了这个很极大的风险啊！他们开始将资金从欧美市场撤出，寻找安全的第三地。马来西亚作为全球最大的苏购伊斯兰债券的发行国，自然而然就会成了其中的首选。我们看到大量来自沙地阿拉伯、阿联酋 UAE 的热钱与长期的资本涌入吉隆坡的金融市场和基础建设。这股去中心化的资金流产生了庞大的换汇需求，直接把马币推高。总结来说，2026年的马币走势不是昙花一现，而是马来西亚的经济从资源依赖转向科技驱动的一次成功验证。当然，汇率市场永远有波动，但只要手中的半导体王牌还在，只要我们的经济结构改革不走回头路，马币的长期价值就是值得期待的。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进口通膨的压力会减轻，出国旅游的购买力会增强，更意味着我们国家的经济真正的走向一个更健康的未来。我是松，我们下次再见，拜拜。